這顆米物45瓦小魔方充電器更像是一名穩定型選手，不靠猛衝參數博眼球，但在體積、效率、溫控和輸出質量之間做了一個相當理性的平衡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今天我們要過审的是這款米物科技出品的45瓦充電器。在氮化鎵橫行的今天，45瓦這個檔位競爭極其慘烈。米物作為小米生態鏈的老兵，這款產品到底是在吃老本，還是真的有硬實力？我們不看廣告，只看療效。我會通過協議觸發、溫升表現以及紋波穩定性等多項硬核實測，直接把它的遮羞布扯下來，數據不會撒網。測試表現決定我對它的評價。話不多說啊，老規矩，先開箱看外觀。盒子藍白配色，咱們這個是套裝的啊，內部有充電器也有數據線。產品的特色，產品的代碼 CA345，背面是規格信息。我們直接打開包裝吧。數據線一根，充電頭一個，還有一本說明書，同時也是保修卡。這個是充電頭本體，充電器折疊插腳的設計，插腳為新國標的米物 CA345的標識，另外一面45瓦的標識。充電口部分光面的設計，有 IDC 的快充標識，還有45瓦的標識。內部的舌片為藍色。充電器另外兩面都有紋理設計，為的是更好的拔插。Type-C 兩端殼體的材質為合金的，都有米物的 logo。另外一面有兩個閃電的標識。線身為編織設計，線材的線徑為 3.8 毫米，護套的高度19毫米，厚度為 5.8， 線材的長度為1米，大概多了40毫米左右啊。充電器本體高度38毫米，厚度為32毫米，這一面的厚度也是32毫米。充電頭連全套包裝一起重量111克，連線材一起重量85克，單線材22克，單充電頭63克。整個充電頭銀灰色的配色，整體的質感的話，確實還是很不錯的。外觀非常的迷你，性能怎麼樣的話，我們後面測了就知道了。老規矩，先看規格，再看協議。產品名稱：米物45瓦小魔方氮化鎵充電器，產品型號 ICA4501，輸入參數100至240伏全球電壓，輸出參數固定檔位最高45瓦，有2個 PPS 檔位也是45瓦，這個看起來很不錯。製造商北京米物科技有限公司，下面是生產日期和 SN 碼，這上面則是認證 logo， 雙路絕緣，室內使用，非熱帶地區使用，海拔小於2000米使用，請勿扔下垃圾桶，循環10年，3C 認證。認證信息咱們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圖。咱們來看一下它的快充協議支持的情況。這是充電器所檢測出來的協議情況，有高通 QC 3.0 快充協議，華為 FCP 最高18瓦，華為 SCP 22瓦，三星 AFC 24瓦 ，PD 3.0 45瓦，點進去固定檔位4個，最高20伏 2.25 安45瓦 ，PPS 2個3安的檔位 PPS。然後小米的私有協議最高支持到48瓦 ，DCP Apple 2.4 2個基礎協議。我們現在就是驗證它的手機兼容性啊。米物屬於米家生態鏈的企業，對米家的手機肯定是支持的。我們後面直接採集它的充電曲線啊。我們先從華為手機開始，直接啟動超級快充啊，功率可以跑到21瓦左右，這是華為公開版的22.5瓦協議啊。我們再來看一下榮耀手機，同樣是啟動超級快充，功率也是在20瓦左右。這部為藍廠的手機，它可以支持高功率的 PPS 的。我們來看一下，順利啟動 PPS 快充，功率在23瓦左右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綠廠的設備啊，超級閃充開啟，這個也是啟動的 PPS 快充啊，真實功率可以跑到27-8瓦的樣子，這個功率是足足的。我們再來看三星的充電怎麼樣，可以啟動超快充電 2.0， 能啟動的話，證明三星的快充是可以支持的。我們現在就要看這個小充電器它的真實的充電效果了啊。小米67瓦以上的手機，請大家務必準備一根5安以上的 CC 線啊，不然的話這個功率是起不來的。現在手機電量是 6%， 我們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小米手機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。前面13分鐘是34到38瓦的功率啊，後面2分鐘為34瓦的功率，然後再降到28瓦的功率，充了13分鐘，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充到 95% 以後轉為5伏的涓流進行充電，直到手機充滿電啊。這部紅米手機從 6% 到100的電一共花了56分鐘時間，充電速度的話還是可以的。充電器溫度的情況，採集線採到殼體最高溫度為41攝氏度，充電的時候我們室內溫度15度左右。
前面兼容性測試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部綠廠的手機，它的測試功率是很高的，我們就用它來採集公版 PPS 的充電數據。目前這個手機的電量還有 15%， 我們開始充電。這部綠廠手機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。PPS 33瓦，完整的充電曲線圖畫出来了，也畫得很標準。起始功率是26瓦，充到 85% 的功率是29瓦，中間有一個掉格，但是立馬功率還是拉起來了啊，這個不影響。85%電量以後，逐漸的下降功率到 95% 的電量，轉為5伏的基礎功率進行涓流充電。融合快充33瓦和 PPS 33瓦，它的曲線圖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，從低到高，再慢慢的下降，再轉為5伏的基礎功率。我們來看一下充電的溫度，採集線採到最高的可體溫度也是37攝氏度，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13度左右。測完綠廠的充電效果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藍廠的充電效果啊，同樣是 PPS 充電。目前這個手機電量還有 9%， 我們直接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藍廠手機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這個充電過程前面46分鐘，功率大概在24到27瓦之間，充到 90%， 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這個手機從 9% 的電充到100的電，總共耗時56分鐘，充電速度還是可以的啊。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時候的溫度，最高溫度為 38.9 度，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14度左右。現在就是這個充電器公版的 PD 協議的實際充電啊。蘋果這個充電我們手頭上暫時沒有16 Plus， 我們用這個15 Plus 來進行測試。15 Plus 主要是跑的9伏的大電流3安，16 Plus 更多是15伏小電流。平台不同，看的都是充電器的执行力和穩定性，整體判斷的趨勢是一致的啊。目前這個手機的電量還有 4%， 我們直接充電採集數據。這個蘋果手機已經80個電了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這個曲線圖走得非常標準，4階段功率曲線。這是9伏大電流檔位，26瓦的真實功率，一共持續了17分鐘時間。這樣的效果應付15伏小電流的檔位的話，10分鐘是完全沒有問題的。第二階段21瓦功率，持續了7分鐘。15瓦的第三階段也是7分鐘，9瓦的第四階段5分鐘時間，然後充到 80%， 轉為5伏的基礎功率進行涓流充電，能把曲線圖畫標準，應付15伏小電流充電也是沒有壓力啊。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時候的溫度，最高溫度 37.5 攝氏度，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16度左右。現在是這個米雾45瓦充電器它的烤機測試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功率一直都沒有停。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45瓦的足功率一直持續的輸出2個小時10分鐘，這個是沒有斷功率的啊，輸出能力確實是做得很強悍。我們再來看一下採集線採到的溫度，最高溫度是51攝氏度，這個採集線拉平穩了，我們就可以停了，再烤下去就沒有意義了啊。溫度拉平穩以後，我用熱像儀採集了3張圖片，採集線附近最高溫度 58.8 攝氏度，這一面的溫度是 62.8 攝氏度，充電口附近 67.8 攝氏度。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15度左右。這個米霧45瓦內部電路架構先進與否，我們就要看接下來的測試數據，就是它的轉換效率的情況。它是全球電壓，我們先從110伏開始，首先是110伏60赫茲的狀態啊。經過10多分鐘的測試，這個充電器的待機功耗僅為 0.05 瓦，15瓦功率的時候110伏輸出 18.9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5.5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2%。27瓦功率110伏輸出 31.5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7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7%。15伏檔位45瓦功率110伏輸出 51.7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5.5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8%。20伏檔位的45瓦功率110伏輸出 51.2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5.5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9%。這個充電器是有電壓補償的啊，大家看一下這個功率基本上沒有低於額定的功率啊。現在是220伏的狀態，經過10多分鐘測試，它的待機功耗約為 0.06 瓦。15瓦功率的時候，220伏輸出 19.2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5.5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1%。27瓦功率220伏輸出 31.8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7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6%。15伏檔位45瓦功率110伏輸出 51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5.5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9%。20伏檔位45瓦功率220伏輸出 50.8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5.5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0%。文波測試之前，我們先對這根1米的自帶的線，我們對它的基礎數據做個測試。這根線材的線阻約為148毫歐，這個成績就很一般了啊。線材內部是沒有 eMark 芯片的，
就說明這根線材的功率最高只能支持到60瓦，配合這個45瓦充電器使用是足足有餘的。5伏1安的壓降值大約是 0.17 伏，5伏3安压降值大約是 0.47 伏，15伏1安压降值也是 0.16 伏，15伏3安大約是 0.5 伏啊。100瓦功率下損耗約為 3.8 瓦左右。我們是以100瓦為基準測試線材的功率損耗，這根線材實際應用中最高只能到60瓦。這個充電器文波表現會怎麼樣？我們拭目以待。15瓦功率的時候，文波最高 102.5 毫伏，平均文波 98.1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116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112.3 毫伏左右。15伏檔位45瓦功率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130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127.1 毫伏左右。20伏檔位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147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143.2 毫伏左右。這個文波嚴格控制在200毫伏國標以內啊，而且文波是非常平直的，這種文波對我們手機是沒有傷害的，大家要注意，要看波形。我在1毫秒實際下，它平的像尺子一樣的文波基本上是可靠的。綜合這一輪完整測試下來，可以明確一點，米物這顆45瓦小魔方充電器，它的工程目標非常的清晰，就是在極小的體積裡把穩定性和長期可用性做好。不到40立方厘米的體積，63克的重量，放在45瓦這個功率級別裡，本身就已經是高密度的設計了。但從實測來看，無論是米家的鞋業、安卓的 PPS 還是公版 PD 充電，它都沒有出現功率平台碎裂、反復回退或者異常限流的情況。蘋果這邊是完整的4階段充電曲線，9伏大電流平台，第一階段能跑滿17分鐘。安卓 PPS 的功率兌現也比較實在，沒有出現握手不給力的問題。溫控表現同樣克制，在咱們室溫大約15攝氏度的環境下，多款手機的實測充電，殼體的溫度基本都在37到39度區間，即便是45瓦滿載烤機，連續2個小時以上，沒有出現斷檔。最高功率溫度集中在這個充電口附近，67.8攝氏度，仍然是可控範圍內的表現啊。這說明它的功率輸出不只是給你看短時間的峰值，而是按45瓦滿血持續功率來設計的。文波部分表現很平穩，很直，在不到40立方厘米這麼小的體積裡面，文波還能做到這麼平直，說明工程師在環路和輸出濾波上是下了功夫的。所以整體來看，這顆米物45瓦小魔方充電器更像是一名穩定型選手，不靠猛衝參數博眼球，但在體積、效率、溫控和輸出質量之間做了一個相當理性的平衡。至於它是如何在這麼小的空間裡把這些數據都壓住的，哪些地方做了取捨，哪些地方又下了成本，我們留到拆解篇把電路和用料一項項的攤開來看。測試為了了解，猜是為真相，認真測載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